金字塔的神秘之处早已超乎我们的想象，对于人来说，它可能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。金字塔是世界7大奇迹之一，世界7大奇迹是公元前224年力学先驱菲罗写下的一本书。除了金字塔之外，7大奇迹还有巴比伦的骷髅花园、奥林匹斯的宙斯神像、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、哈里卡纳苏斯的佛索拉斯王陵墓、罗德岛的太阳神巨像、亚历山大港的灯塔。如果不是金字塔的存在，那么这本书就被认定为童话故事了。埃及金字塔现存一共96座，其中最大的一座叫胡夫金字塔。胡夫金字塔最初高有146.5米，后来因为几千年的风化和地震，现在大约是136.5米，大概有48层楼那么高。在建造埃菲尔铁塔之前呢，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。刚建成的胡夫金字塔上覆盖了很多高度抛光的石灰石，非常亮，就像镜子一样。据说月球上都可以看到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金字塔是 UFO 的导航坐标。但是在14世纪发生了一场大地震，把覆盖上面的石灰石都给震掉了。距今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有太多的秘密和太多的巧合。胡夫金字塔的4个面呢，都正对着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而且误差不超过圆弧的3分，也就是1度的5%。这个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现在我们想要找到正北方向，也只能通过卫星才能实现这个精确度。但是在4500年的古埃及人就已经可以实现。他们是怎么做到如此精确？因为地球的运行轨道是椭圆的，所以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呢是在14624万公里到15136万公里之间。胡夫金字塔的高度146.59米的10亿倍呢，就是14659万公里，正好是在地球到太阳的范围内。金字塔的底部周长除以高度的2倍，得到的结果呢是3.1415九，也就是圆周率。而且金字塔内部直角三角形同式各边之比为呢3:4:5，也正好体现了勾股定律。胡夫金字塔的坐标呢是北纬29.979250，光速是2997925458，这也相当不可思议。金字塔的总重量呢是6000万吨，如果乘以10的15次方，正好是地球的重量。而且胡夫金字塔还位于地球大陆的正中心。所有这些数字看似合情合理，但其实这些巧合并非偶然。下期我们来讲金字塔最神秘的地方，如此庞大而精密的建筑是如何在4500年前建造完成的。据推测，胡夫金字塔是在公元前2560年建成的，大概用了10万人30年才完成。由230万块石头组成，每块石头的平均重呢是2.5吨，最大的重约呢160吨。有学者估计呢，如果用火车运金字塔的石料，大约需要60万节火车。这些石头都是通过切割后呢，非常精密的叠放在一起，一张纸都难以插入2块石头之间的缝隙。4500年前的古埃及人是怎么做到如此精密的？因为有太多的巧合，很多人都认为金字塔是在外星人的帮助下完成的。古埃及人是怎么把这些石料搬过来，又是怎么把这些石头搬上去的？推断出最传统的办法就是利用土坡滚动运输。在建金字塔的时候呢，搭一层，然后再铺一层土坡，把这个石头通过土坡拉上去。但是数学家计算，如果要把2.5吨的石头通过土坡拉到140米高的位置，这个土坡的角度不能大于5度，这就意味着这个土坡要有1600米。搬一块石头要运1600米就不太现实了，而且土坡要搭到140米这个高度的话，所用的石头量和金字塔用的差不多，也就是说建一个金字塔要用2倍的石头量，这个办法太过笨拙。还有就是用闸门浮水的办法，在尼罗河通往金字塔的路上呢修建运河，然后用羊皮筏运输石料，然后在金字塔的底部设置很多道闸门，当第一道闸门打开时呢，石头就会浮到第2道闸门的地方，以此类推，借助浮力，石头就可以一层一层的往上运输。但是4500年前又是如何解决密封和水压问题呢？我们普遍都认为金字塔是埃及法老的陵墓，但考古学家并没有在任何一座金字塔中发现墓。其实绝大部分法老的陵墓都在距离胡夫金字塔500多公里之外的帝王谷、图坦卡蒙和拉美西斯的木乃伊都是在这里发现。一般的陵墓都是埋在地下10分隐秘，在地面建这么大的陵墓就很不正常。帝王谷的墓室中呢有大量精美的壁画，而且棺椁都非常华丽，而金字塔内根本就没有壁画。金字塔内所谓的棺椁极其简陋，所以人们开始怀疑金字塔根本就不是陵墓。如果金字塔不是陵墓，那么你觉得有这么多未解之谜的金字塔是用来做什么的？